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新加坡时间2025年6月16日周一下午的4点45分。罕见的 OpenSea 这2天没有更新新的任务，可能预示着旅行的这个任务截止了。后续呢，会不会出现新类型的任务呢？不得而知啊。如果我是 OpenSea 的话，我觉得尽早发币吧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们先分享空投类型的资讯，然后呢，在后半段我们将分享这2天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。建议各位观众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听到最后，因为对你来说还是有一定启发的。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话是 Casual AI 的第一个秘密币啊，前面的话一直在推特留言地址，现在做了这样一个网站，通过点击对应的网站之后呢，留下我们 SOL 的地址，也就是索纳链。这里呢，进入网站提交完地址之后呢，最好在原推文下也提交对应的地址。接着我们来参与一下 One Football Club，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有过参与了，它第2赛季的活动交互的话正式开始了，融资3个亿，对，你没有看错，它融资有3个亿，不知道融到哪里去了。第2赛季全部任务完成之后呢，会给到600的积分啊，这里是对应的一个页面。在这个方向上呢，是可以进行假操作的啊，比如说关注他们官方的推特，或者是比如说转发，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下，不去做它，然后呢进行一下核验，也是能够视为成功的。这里呢也会有每天的签到以及是其他额外的任务，顺手呢都把它做掉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来参与一下融资1550万美元的这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的名称用英文读起来的话叫傻逼。我应该发音没有发错，但它确实是这么读的。然后这里呢会有个任务的板块，就是大家目前所看到的。这里呢有一些社交类型的任务，或者是我们去跟随他聊天。然后我们这边先连接好自己的钱包，当然你可以使用邮箱进行登录啊。这里只是呢我们先做一下钱包的连接，看一下可不可以进行。登录完成之后呢，会有一个视频需要我们大家去观看。观看完这个视频呢，它会有倍数的增加。然后在我们的右下方你是可以看到的，所以千万不要跳过这个视频，一定要认真的把它全部都看完。那这里我们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。视频结束之后呢，点击一下我们左下角个人信息板块，然后这里呢填写一下自己的 location， 就是地理位置，然后呢再添加自己的邮箱，邮箱的话是可以得到500的积分。鉴于整一个网站目前非常的卡顿啊，所以呢，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制作这一个任务，或者我们可以挑一个额外的时间点去做它，看一下就会不会很流畅。你看现在我加载的话都是很慢的，无论我点击任何的任务板块，它都是弹不出来，就是会比较慢。然后这里的话点击都没有什么反应的。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，或者是正准备进军加密行业的小白，请一定要选择用户量大、信誉良好的交易平台，例如我们的币安交易所、OKX 交易所。你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减免20%、数字盲盒、新手福利等诸多便利，赶快注册起来吧！另外呢，我们协同币安跟单平台开启了 AI 数据大模型的新时代，你可以利用自己手上的闲置资金啊，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。那么入口的话，就是大家所看到这一个入口。在影片的最后呢，我们再来参与一下 OP.NET 啊。那如果没有参与过的，或者是第一次参与的，你要先去下载一下对应的插件，也就是他们的钱包，然后再去注册一下。注册钱包的方式非常简单哦，但助记词的话一定要记住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那这里呢，我们来到它的官方页面，然后绑定好我们的推特。那先一步肯定是连接好钱包嘛，连接好钱包之后呢，就可以绑定推特。下方会出现你的一些个人信息栏以及获得到的一些积分。这里都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到领取测试代币的网址，然后这里，如果第一次点开这个页面的话，它的钱包也会弹出来让我们授权的一个信息啊，所以我们提前授权一下，然后呢去申领一下 TBTC 以及是 OP.20 的 token， 也就是 PILL 这一个。做完这些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对应的进行到一个 swap 了。在这里呢，也是连接好自己的钱包，选择我们持有的代币，然后 Bitcoin。这里呢可以任意选择其他代币，比如说 PILL 或者是 MOTO 都没有关系啊。那这里我们要进行一下 swap， 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呢输入一下具体的金额，比如说 0.0001， 然后呢确认一下这一笔交易。
点击一下 Start， 然后钱包会弹出一条付费的资讯啊，我们确认一下就好。这一步完成之后呢，点击一下左上角这一个流动池，我们这边点击添加流动性。一开始我们兑换的币种是 Bitcoin 兑换成为 MOTO， 但是呢，我们先前在这一步领取测试代币的网址当中也有领取过一个 PIL， 所以它这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。这个问题就在于它的 Bitcoin 是没有办法提供流动性的，它将在测试网的第2阶段才会出现这样的功能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能用 PIL 进行添加流动性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要切换一下啊。如果没有切换的话，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，然后呢，选择到我们持有的这一个，然后呢，金额的话输入一下，我们进行添加对应的流动性，然后进行到 Confirm， 钱包呢应该也会弹出一条付费的资讯，我们确认一下就好了。流动性添加完成之后呢，你是可以在我们右侧看到的啊。那在这里我们继续做下面那一个步骤，点击到 Farmer， 在这里呢连接好自己的钱包。不过呢，目前这个网页是有一定问题的。你在连接完钱包之后呢，它在右下角会出现查询不到你当前，就是连接不到你当前的地址。那这里呢，我也尝试更改过我的钱包，然后以及是对应的测试网的类型，或者是我们钱包的类型，但都不适用。那很可能是这个网站暂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被修复完成。如果我们之后修复完成啊，它是这样一个页面，我们去质押一定的 TBDC 就可以了。这一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只是因为它现在网页暂时做不了。接着我们来到它的 Discord 的话就是绑定好自己的钱包的公钥，公钥的话就是我们打开钱包的，点击一下钱包，然后公钥的话就在这里啊 ，PubKey 啊，这里复制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在你的 DC4 服务器的频道当中选择到一个输入命令，然后绑定好自己的公钥钱包。第5个呢，就是相关的银河任务了。银河任务的话是可以获得到一个 DC 的角色。那这里呢有具体的答案，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放置在视频的简介处。其实你也不用去看，你只要选择到最长的答案，它就是对的。第6个的话就是发推的任务，发推的任务的话不需要给大家解释了，你只需要艾特一下官方，然后或者是以下的几种标签就可以。第7个呢是官网刚刚提到的一个交互的项目，它其实上是创建一个秘密币了。那这里呢，我们来到对应的页面，然后连接好自己的 OP 的钱包。我们这边确认一下，连接完成之后呢，选择到创建，然后这里呢输入一下名字，名字可以任意啊，无所谓。信息填写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进行创建了。然后这里呢，钱包会弹出一条付费的资讯啊，我们确认一下。然后这边的话就已经显示成功了。另外，在这个方向上可以购买一些其他的币种啊，比如说我们随机挑选一个，然后这里呢使用到我们测试代币啊，给到一点点就可以进行购买，做一下简单的交互而已。然后这里我们点击到一个 Confirm， 同样钱包弹出一条付费的资讯啊。因为用到都测试代币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那么点击一下，说完本期的空投资讯，我们来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啊。当然，更多的是提升我自己的认知啊。首先，大家经历过昨天的暴雷事件，一个 ZKG， 一个是 KOG。KOG 其实我们在上周的话就已经做过风险预警的哦。我们明确提示过 KOG 的话千万不要刷。但这次为什么 ZKG 也被波及到呢？是因为他们两个提供了对应的流动性池，但一旦撤掉这一个池子之后呢，两边的代币都会受到影响，所以 ZKG 的话本次也没有办法幸免。那说完这个，我再来简单的说一下以后的币安阿尔法，我将不再刷取，因为它现在产生的费用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本身的收益。现在每一次领取只有50。但是你要坚持15天下来的手续费绝对是不止50的，那这个成本的话你已经没有办法涵盖了，所以我已经拒绝了，我就不刷阿尔法了。后续怎么调整那是他的事情，后续我们再根据他的调整再决定自己参不参与，包括19号的那一个分段式发放，积分没有达到门槛的话也有
也就是也可以去领取，但是先到先得的这种模式。那我们再来学习一下一些东西吧。首先，什么是流动性啊？怎么组建流动性池啊？如果你在 Web2 你想要发币，它是一个违法的行为，但是在币圈却很容易，因为可以使用智能合约进行一键发币。币发完了该怎么进行交易呢？我们可以选择到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组一个流动性池子。那这个池子呢会包含2个币种，组成对应的交易对，谁都可以把这个币放到这个流动性池当中，也可以从流动性当中取出对应的代币。那么什么是提供流动性组 IP？可以把流动性池理解为一个迷你钱庄，只是这个迷你钱庄只支持2个币之间的兑换。我们也可以往迷你钱庄当中放入币来做庄。如果别人通过这个迷你钱庄进行交易，我们就能够获得手续费的分红。那谁在提供这个流动性组 IP 呢？假设有个老板发行了一个代币，那这个代币的话，想要赶快进行交易，他就需要把他这一个代币和稳定币组一个池子，实现交易。然后呢，其他人看到这个池子里面的钱越来越多，使用这个池子交易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手续费收益也很高，所以他就会去加池子。那为什么散户参与提供流动性风险会比较高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理解流动性池的话有3种：稳定币和稳定币、山寨币和稳定币、山寨币和山寨币。像 BTC、ETH、BNB、Solana、Sol 等币价，因为已经相对稳定，所以它被认为是稳定币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当做稳定币来看好了。那因为稳定币和稳定币这一个交易对几乎没有任何收益啊，因为相对来说价格都稳定，没有任何的价格偏差，这里就不做探讨。山寨币加稳定币是目前大家所看到最主流的方式啊。首先，稳定币的价格没有波动，但山寨币的价格波动却比较大，所以组建这一个池子就会有无偿损失。如果山寨币暴跌了，那么别人就会把稳定币换走，留给你大把不值钱的山寨币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测出来之后呢就会爆雷。山寨币加山寨币，因为2个都是山寨币，风险是非常非常的高。像我们昨天遇到的 ZKG 和 KOG 这2个就是山寨币，他们2个对刷，你要承担2方的风险啊。任何一方突然之间就是跑路了，你都会受到波及。那风险更高的事情就是项目方撤池子，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。那这个其实很好理解，相当于迷你钱庄关闭了。为什么有很多小伙伴在参加币安阿尔法撸毛的时候呢，刷 ZKG 和 KOG 这个交易对赔钱了？我们刚刚说的有2个风险需要承受，一个是 ZKG 的风险，一个是 KOG 的风险。那它属于山寨币加山寨币组成的流动性池，可想啊，这风险有多高啊！项目方撤池子它是第一个风险，但山寨币的价格不稳定，一旦暴跌之后呢，我们在交易之后没有及时的卖掉，损失就很大，并且你在售卖的时候呢，你只能不断的加大你的滑点才可能够售卖成功，否则你将一直看到你的币价是在不是你的币价，是你的余额一直在跌，而且你还卖不出去，你很着急，但是着急没有用，你只能不断加大滑点。可能你交易了1000 USDT， 像我们昨天遇到的情况，1000 USDT 兑换出来84 USDT， 中间缩水了900多，那900多去哪里了呢？在哪里可以看到流动性的一个数据啊？我们目前整理了3个，一个是 Uniswap， 一个是 Pancake Swap， 就是我们日常 IDO 打新的那一个啊，还有一个是第3个，这个不太会读。如果发现流动性池的 TVL 突然减少，就需要提高警惕。其实早在 KOG 和 ZKG 这一个交易对 TVL 降低的时候呢，有部分的推特博主已经提前预警过了。那可能很多观众他没有注意，或者他没有挖掘到这个信息啊，所以他可能导致了在刷 KOG 和 ZKG 的这一个交易对的时候出现了磨损。而且是很大的磨损，损失掉本钱的磨损。如果项目方是稳定币加山寨币的池子，如果稳定币越来越少的话，你也要小心啊，因为你的山寨币会越来越不值钱。稳定币少了，这个流动性的池的一方已经没了，那剩下的一方的话就没有任何价，也不是说没有任何价值，就是价格会越来越低。你手上留着一堆归零的币，相当于是。那这就是今天学习的一些内容啊，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瑕疵，或者是我讲的不太对的，
更建议大家自己去搜索相关的知识，然后去学习。那本期影片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